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是美国科技大学食品营养系胡纯一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进到了我们的主题4的最后一个单元。那我们主题是微生物的生长跟控制。那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只有讲到微生物的生长。那控制我们会把一部分的课程挪到比较后面，挪到第5单元跟第6单元，尤其是第6单元，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在讲抗菌实验。那抗菌实验就是在讲微生物的控制。你要用什么方法去了解这些微生物？好的微生物让它长得起来，长得好，头好壮壮。那不好的微生物，那想办法去抑制它，不要让它长。那最好是把它消灭掉。那这个就是微生物生长控制的它的一个精髓的部分。那我们这个单元在讲微生物的生长所需要的特殊的培养基，当然是指我们所要的目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想要长的微生物，对人类有益的微生物，我们就让它长得好，头好壮壮。那我们在拍摄这个片子的这个期间，刚好快要农历过年。那大家知道，农历过年对台湾人、对华人，甚至我想对越南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庆。那大家都会准备很多很丰盛的年菜。那希望同学在过年的期间，在吃的地方还是要节制。那吃就很像我们微生物的培养基里面我们给它的东西。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来看特殊的培养基，哇，你看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颜色。那你要养细菌，有养细菌的培养基；养真菌有真菌培养基；酵母菌有酵母菌的培养基，这都不太一样。你有时候问老师说：“老师，我一定要用 A 培养基，我不能用 B 培养基吗？”我跟你讲是可以，它可能长得不太好。老师，这个菌一定要厌氧培养吗？它好氧也长起来，我不能好氧吗？厌氧培养好麻烦哦。我会告诉你，可以，但是你用厌氧它会长得更好。甚至如果你要去诱导它的一些特殊生长状况，或者诱导它体内的特殊的代谢物，或者特殊的一些酵素，你要让它有活性的话，那你就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培养基。好，那特殊的培养基，第一种叫做选择性培养基。你看选择性培养基，它就设计来去抑制一些你想要的、不想要的这个细菌，不会生长，然后促进你想要的这些微生物它可以生长。那意思就是说，这是课本写的，就是不要的微生物长不出来，要的微生物可以长出来。那套一句就是比较白话的，就是你不要的长不出来，它会杀死它。你要的长得出来，而且长得很好，就叫选择性。选择性。OK， 那什么是选择性培养基呢？课本有提到一个叫做 Sabouraud dextrose agar， 那这个会抑制真菌的生长，促进细菌的生长。那这个是个人名，是某个人发明的这个培养基。就像大家在养乳酸菌，一定会有 MRS 培养基。那你会问我说 MRS 是什么？这个也是一个人的人名。好 ，OK。那第二个这个选择性培养基叫 Brilliant Green Agar， 这叫黄绿色试剂，中文是改成这样。那 BG 这个培养基很有名，它是在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的生长，然后促进革兰氏阴性菌的生长。那这个在 MPN 的方法 ，MPN 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 LST 培养基，那第二个就是 BGLB。那这 BGLB 实际上就是这个Brilliant Green， 那是很类似的东西。OK，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你要能够前后贯通，前面念到的跟后面可以连接起来，产生怎么样的连结？像我们之前在讲说，比如说革兰氏染色，为什么革兰氏阳性菌会染成蓝紫色，革兰氏阴性菌染成红色？最主要是细菌细胞壁的这个包外这个植多糖类，对不对？那植多糖类跟什么东西有关？跟细菌的结构有关。那它跟什么东西有关？跟内毒素有关。整个都把它串起来，串起来就是代表已经念通了。念书要念这个样子，你念书不能念这边一片，这边一片，这边一片，彼此都没有关系。那这样念书就是一个死念书，那代表
你可能在应付而已。你要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把它串起来，通了之后，哇，打遍天下无敌手，跟螃蟹一样走路横着走。OK，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叫做鉴别培养基。那鉴别培养基它讲的是微生物的这些菌落它生长在这个同样的培养基，但是它的形态跟它的颜色会不一样。它的形态或它的颜色会不一样。那套一句话比较简单的白话的讲法，就是你要的、你不要的微生物都长得起来，但是它的颜色或形态不一样。那选择性培养基是你要的长得起来，你不要的死翘翘。OK， 那这是两个都长得起来，但是它可以让你分辨颜色或者是形状不一样。那比如说什么东西呢？课本提到一个叫 TG 培养基。那 TG 培养基它就是一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一个鉴别培养基。金黄色葡萄球菌在 TG 培养基培养，它会呈现黑灰色的菌落，黑灰色的菌落。针对于金黄色培养基，它的中文叫甲提酸盐甘氨酸培养基 ，G 是 glycine，glycine 的意思，甲提酸盐甘氨酸培养基。是针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的一个培养基，鉴别培养基。所以只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在这个培养基下面，就会呈现黑灰色的菌落。那 EMB 培养基，它叫做属红甲酰胺，Eosin methicillin blue medium，它是针对于一些乳糖的发酵菌。那像E. coli 这种强乳糖发酵菌的话，它在 EMB 培养基里面，它会产生金属的滤光泽，那如果某些的肠道菌，像 Enterobacter 这些肠道菌的话，它就会呈现红棕色的菌落。那这个培养基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我们非常常用，我们拿来做一个那个乳酸菌的一个筛选的发酵。可是我们在过程里面，常常强乳糖发酵菌的培养基，我们都会筛选，不小心都会筛选到E. coli，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必须还有其他的手段去把它分辨出来。那 PSP 培养基是针对于某些的甲单胞菌，尤其是绿脓杆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那只要是甲单胞菌，它在 PSP 培养基第一个 P 它是一个 potato， 它里面是含有马铃薯。那如果是 Pseudomonas aeruginosa 的话，它就会呈现黑色的菌落。那如果不是的话就不会。那这个叫做鉴别培养基。那第三个特殊的培养基叫做强化培养基。为什么需要强化培养基？因为我们想要在培养基里面加入一些特殊的碳源，特殊的氮源、特殊的营养成分，让这个菌可以长得特别的好。这就好比我们现代人，在台湾很多人会吃强化奶粉，不同的年纪可能会强化钙，可能会强化不同的矿物质，强化维生素 B 群，强化培养基，强化奶粉。那老人家可能会在里面添加葡萄糖胺，让他的膝盖可以更舒服，不要产生这种痛或者是病变，这是强化奶粉。那在培养基里面也会有加入这个东西，让你要长的微生物可以长得更好。那像什么东西呢？像如果你要去养一些比如说肠道菌，我刚刚讲的，或者是一些乳糖发酵菌，你就最好在你的培养基里面可以加入乳糖。那加入乳糖的话，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强化培养基。那像之前老师在其他的论文里面，我们想要去筛选去纯化大豆根瘤菌的一些纤维分解酵素，那我们就会在里面加入myoinositol 肌醇这个东西。那加入肌醇这个东西可以去诱导它产生这些酵素，酵素活性会变得很强。那这就是一个强化培养基。好 ，OK。好，那这边我们就讲到说，你加入乳糖是对你的肠道的细菌是有帮助的。好，那我刚刚讲过了。好，
那我们要介绍一个很特殊的培养基，叫做 McConkey Aga。McConkey Aga 呢，McConkey 它当然也是一个人名，在很多的 paper 里面也有提到，我用这个 Aga 去做这种筛选，初步的筛选初步的筛选。像我们实验室要筛选的话，我们第一个步骤当然是我们的来源嘛，对不对？臭豆腐乳汁，这我们不是做过吗？或者是从发酵的巧克力或婴儿的粪便。那筛选第一个步骤当然是用我们觉得比较特殊的，像如果是乳酸菌的话，就用 MS 嘛。那筛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用这些选择性或间谍性培养基。然后它呈现我们要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菌落，我们再继续筛选。然后做格兰氏染色，做什么出酶的试验，做 H2O2 等等的，或其他的这种选择性培养基。之后我们再进到分子生物。这些生理生化的这些特性，这个是属于生理生化特性的这一部分。那 McConkey Aga 它为什么可以称为兼具选择性培养基跟间谍培养基的特色呢？因为第一个它含有胆盐，那胆盐的话会抑制革兰性阳性菌的生长，它会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的生长，那革兰氏阴性菌就可以就比较 OK。那还有另外一个是crystal violet 结晶子，也是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的生长。那事实上前面的话，它先把革兰氏阳性菌把它抑制掉，然后加入乳糖，乳糖它是去区分乳糖发酵菌跟非乳糖发酵菌。那如果是乳糖发酵菌的话，它就会呈现红棕色；不会的话，那就像你在投影片上面看到颜色，红棕色就是一个乳糖发酵菌。那另外那个就不是乳糖发酵菌，这样去区分革兰氏阴性菌，它是一个乳糖发酵菌或非乳糖发酵菌。所以它兼具有选择性跟间谍性培养基的这个特性，这个叫做 McConkey Aga。然后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EMB 培养基，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做的。你看右边的那个是还没有接菌的时候。那接完菌，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去区分革兰氏阴性菌的这个细菌。那因为它混合了那个属红 EOC 跟甲烯兰。那如果是你看这个绿色的金属滤光子的话，绿色越强的话，它就是一个强乳糖发酵菌。那如果你看这个绿色没有那么强，它的乳糖发酵的效果就不是很强。但是我们要从这一堆里面再去区分说我们真正要的乳酸菌是什么，所以不能只有做到这边。我们这边只能告诉你说，它大概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而已。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很多都是几乎都是乳酸菌，但是有的会是大肠杆菌，大肠杆菌也是一个强乳糖发酵菌。OK， 所以它第4点就是说它快速去筛选这种乳糖发酵的这个菌种。OK。好，那这边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是含有碳酸钙的这个培养基，这个也是一个选择性培养基。那加入这个碳酸钙，那去分辨什么东西呢？分辨它可不可以溶解。它如果呈现会产酸的话，会产酸的。有些像乳酸菌会产酸嘛，对不对？那醋酸菌也会。所以我们那时候要去筛选某些的醋酸菌的话，我们会用醋酸菌的培养基。然后之后我们再用这个选择性间别性的培养基，不是选择性的，是间别性的培养基，去看它可不可以把这些碳酸钙把它形成这个 clear zone， 就是代表它有作用的地方。那加入培养基里面加入碳酸钙也是一种间别性的这个培养基。OK，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那我们回家有一个作业，就是我们今天作业比较简单，我们不要每天都那么难。你说，胡老师你的作业都永远那么难，我都想不出来。那我今天告诉各位同学，请你们回去帮我整理一张表。选择性培养基，它的特性是什么？那哪一些是选择性培养基？间别培养基，它的特性是什么？哪一些是间别培养基？好，那哪一些培养基是兼具选择性培养基跟间别培养基的这个特色？这是我们回家的作业。OK，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那我们不要呼口号了。那谢谢各位同学。